中国和印度都是俄罗斯重要的国家级伙伴，那么中国和印度对于俄罗斯的重要程度谁要更大一些呢？一起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秘书是如何回答的。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中俄关系是国际双边关系最为重要的一环，两国的关系的好坏能够很大程度地决定国际局势的变化与走向。因为美国对于中俄共同的打压，使得中俄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就中俄俄印关系的走向与发展做出了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俄关系看法的重要性明显地超出了俄印关系，在采访中多次提及了中国。佩斯科夫称，中方高度评价与俄方签署的战略协议，莫斯科将与中国继续磋商。在提及印度和中国对俄罗斯关系时，佩斯科夫称，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的伙伴国家和盟友，尤其是中国，我们有特殊的关系。中俄目前的双边关系将得到彻底的提升，两国的双边关系将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最高水平。中俄两国多年一直在建设这种关系，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可以看出，普京秘书置评俄中印三国关系中最受重视的就是中国。至于印度，他只是粗略地提了一嘴，在采访中仅只提起了一次。可见俄罗斯官方对于中俄的关系看得要比印俄关系重视多了。但有人就问了，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大批军火，他们难道不知道印度一直把中国视为敌人吗？既然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那为何还要给印度卖军火呢？首先，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得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时期了。从苏联时期就与印度进行了大批的军火贸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不如从前那般密切，但是也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尤其是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以后，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基本上已经纯谈利益了。为了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印度政府需要向俄罗斯购买武器。另一方面，俄罗斯以前都是大量出口给中国武器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武器水平近10年来飞速上升，在一些武器的性能和技术水平上完全的超过了俄罗斯，因此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的武器数量正在逐步的减少。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导致经济下行，国内的军工业接不到足够的订单，难以维持。其他小国因为害怕美国的制裁，不敢购买俄罗斯的武器。俄军工业想要活命，就必须要有订单做，那么就只有人傻钱多的印度敢于在美国的制裁威胁下购买俄罗斯的军火了。所以印俄一拍即合，印度花高价购买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如 S400、AK203 突击步枪等。而且印度还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允许俄罗斯海军停靠印度海军基地获得补给。此举无疑是加强了俄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所以印俄关系目前来说还算处于一个利益的平衡点，毕竟这两个国家没有任何核心利益的纠纷。要知道，虽然国内的一部分网友老在网络上嘲笑印度，但是印度毕竟是南亚国家实力最为强大的，一直是美俄两国重点争取与拉拢的对象。印度也知道自身在印太地区对于美俄两国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这两个世界级大国大搞平衡之术，不存在向美俄任意一方全面倒的行为。因此印俄的关系顶天也就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也不可能向战略伙伴关系迈进。而中俄关系相对于俄印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尤其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打压，中俄进行秘密的合作，不单单从利益考量，从地缘政治格局来说，也有必要相互加强关系，背靠背的抵御西方国家的挑衅。这对于中俄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俄罗斯在欧洲分担美国的战略压力，中国则在亚洲地区分担美日的战略压力。现阶段美国无力同时针对中俄两个国家进行战略围堵，
只要俄罗斯那边有动静，就会聚焦欧洲局势；只要亚洲有点风吹草动，美国就会聚焦中国大陆的举动。此举可以让美国顾此失彼，难以持续同时对中俄两国进行围堵。对此，美国采取过对中俄分化瓦解的办法，怂恿俄罗斯转身对付中国。不过，上过美国人当的俄罗斯可不会这么愚蠢，因此美国的挑拨离间总是失败。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外部实力影响，中俄两国在利益和安全问题上只会越贴越紧。两国的外交关系也远非印度可以相比较的。